小五，小五，进来吧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睡不着。哎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吧。嗯，走，走啊！去哪儿？看，就是这儿。哇，真漂亮！这冰原之上，竟有如此温暖、水草繁茂之地啊！这里是丹赤最暖的地方，一年四季都开着花。看，萤火虫。你阿翁好像不怎么喜欢我呀。你别担心，我阿翁是不喜欢中原人，但是过不了多久，他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你的。顾小五啊，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3件事吗？当然记得，说吧，想让我做什么？第一件事，我要让你替我捉100只萤火虫。这有何难？等着。哇！美吗？别让它跑了，等我。对对对，这边。啊，还有。看，哇，快数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啊！哎呀，跑出来了！哇！好美啊！暮色起，看天边斜阳，好美啊，好像流星一样。恍惚想起你的脸庞，毕竟回想，难免徒增感伤，轻叹息我们那些好时光，夜未央，繁星落眼眶。
中原人，迷路了？怎么会？我只是被这奇特的地貌所吸引，感叹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！你不属于这里，中原人，你可以离开了。这里没有你的生意。 小五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快点，你跟上，快点，跟上，你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快点，快点，进去。 老实点啊！公子，你可是中原人呐！救救我们吧，公子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吧！公子，求求你了，救我们出去！救我们！救救我们吧！求求你了，我们！救我们吧！ 干什么呢？老实点，蹲下，老实点，都好了。老师，啊，老师，你看见顾小五了吗？这么快就把顾小五给吓跑了？哎，你看你心上人不是来了吗？小五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走了呢，吓死我了。我四处转转，找个人。找谁？对了，贺师兄，那个，你是否听过巴图尔这个人？你问他干嘛？啊，几个月前偶然遇见他，他要跟我买茶叶，所以这次我带来一大袋上好的茶叶，可是再也没遇见过他。哎，别提了，前几日他被西静安护府给抓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还不是跟李朝结下了仇，不然我们也不能吃这个哑巴亏。兄弟被抓，也不能去报仇，憋屈啊！什么仇啊？这么严重？哼，行了，别担心了，有小公主在，你还怕你的茶叶砸手里啊？啊！就你话多。小五还没吃饭吧？走。啊？哎，这篮子里到底是什么呀？你自己看啊。
衣服，给我的。这里这么冷，你们中原人身子板那么弱，万一生病了可没人管啊。你知不知道，这在中原啊，女孩子都惜足如命，除了自己的夫君啊，是不能给别人看的。那看了又怎么样？把她娶回家。你没听我阿翁说吗？只有杀得了白眼狼王的人才能娶我呢。我问你，只要杀得了白眼狼王，不管是谁，你都会嫁给他吗？当然了，我阿翁一言九鼎，我怎么能让他食言呢？不过他说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得了白眼狼王。顾小五，你会为了我去杀白眼狼王吗？谁让我看了你的脚呢？等着我。啊，对了，你的早餐，给你准备的。不好好拉车，啊！拉车怎么会吗？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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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！住手！公主，他们是犯了什么错，一定要挨打？他们是奴隶公主，他们是中原的俘虏，我们的俘虏就当奴隶看。姆拉，回去娶你的奴隶。是。表哥，奴隶也是人，怎么能这么对待？啊，小凤，阿杜四处找你呢。阿杜，对，快去看看吧。我去就回，你等我。铁达尔王，是不是让你送我走啊？好，那你帮我给小凤带样东西。好。阿杜，怎么？你找我啊？我新得了一坛好酒，公主，走，咱们去尝尝。走。好香啊！哎，我去把顾小五也找来，让他也尝尝我们这儿的好酒。怎么样？好，等我啊。哎，可是，哥，小公主，顾小五已经走了。走了？我去看看。哎，来不及了，他已经走远了。哦，对，这个是他让我交给你的。这人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？
小心啊，王上！王上，小心啊！小心！给我围起来！大胆细作，来我硕博做什么？王上，你慢点，小心！王上，当日就是他，联合丹吃人把我们击溃的，他绝对是个细作，您千万不能相信他。住口！这位是堂堂中原的五皇子，岂是你这种莽夫可以随意污蔑的？元客，王叔，我那日前去西周求亲，在西周王城里见的中原皇子就是他。他就是中原的皇子啊！是。王子啊，怕是刚才中间有点误会。您多担待，还不带人快下去？都退下！不知道五皇子来我硕博，所谓何事啊？我听闻硕博人精于生意，我想与王上做笔生意。跟我做生意？哎呀，好啊！近年来，丹吃屡放我北境，还欺凌周边小国，这原本就是我父皇的心病。我父皇一直想铲除他，所以想请硕博配合我李朝出兵，一同攻打丹吃。让我硕博和你们共同攻打丹吃。丹吃兵强，是众所周知的事。况且我硕博从来没有要出兵的念头啊。王上有所犹豫也是情理之中。不过，依我父皇的意思，届时丹吃的国土可分而治之，将这兵源之路交由你们硕博管理。硕博立于沙漠，常年缺水，这冰原之上水系十分丰富，也可解硕博燃眉之急啊。况且这冰原之上的雪狐与白熊的皮毛也是价值连城，就连那拜占庭、波斯等国的贵族们也是趋之若鹜啊。王上，臣以为李朝五皇子所言之事，并非没有道理。而且我听说，自从王上娶了铁达尔王的长女为妃后，这丹吃已经10余年未对硕博动武了。但是前年王妃病逝，这铁达尔王一直疑心是您喜新厌旧害死了王妃，便屡屡派兵掠夺硕博边境的城池，打劫商道，害得民不聊生。难道您真的咽得下这口恶气吗？王妃确实是病逝的呀，我也再三修书向他铁达尔声明，他非但不信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就连我向西周九公主提亲，他也横加干涉。王上，这是我们出兵的良机，而且又有李朝军队做盟友，我们应当好好把握呀。王叔，机会确实难得，但是我还有顾虑。战争一开，我硕博必然与丹赤交恶，他李朝兵多将广，国土辽阔，自然不惧。可首当其冲的是我硕博啊！利敦说的也在理呀，这丹赤人骁勇善战，就算我大兵压境，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胜算吧？那硕博老国王胆小怕事，他那侄子利敦更是处处拆我们的台。若是硕博不肯出兵，单凭我们这点兵力，怕是攻不下丹赤。
现在只能去西京阿护府找裴将军了。这跨区域调兵必须要圣上下旨，我怕这一来一回，赶不及呀。那……既然买卖不成，硕伯就不必留客了吧？谁说买卖不成了？和我叔叔的买卖不成，五皇子，你和我的买卖还没开始呢。五皇子，柴先生，借一步说话。这可是我卡萨堡最好的葡萄酒。干嘛？公主，你是不是在等杀白眼狼王的英雄，等着急了？才不是呢！草原上没人能杀得了白眼狼王。我倒是知道一个人，肯定能杀得了白眼狼王。谁啊？自然是你的好师傅顾剑了。瞧你刚刚一脸相似的样子，是不是等他等着急了？不是他。那是那个顾小舞。公主，李朝太子你都不愿意嫁，你真要嫁给那个李朝卖茶叶的？这也差太多了吧？我就是喜欢他嘛。可是你不是说你不愿意嫁到李朝那么远的地方去吗？王爷，五皇子回来了，说是已经找到了王帐，如今派人正画地图呢。骑马向西6里地，一炷香时间，途经平坦，阳光。正好在我左侧。2炷香，10里地，中间穿过一片沼泽，有10里的芦苇荡。芦苇荡的高度刚好划过我的眼睛。2炷香，10里地，路过一片灌木丛，灌木丛的高度刚好到马腹。3炷香，5里地，路过一片棉茶山，从风声中刚好能听到沙子的声音。还有
10里，2炷香时间。穿过一条沟谷，风很大，到了丹池，3山环绕，一条河流穿过。二哥，王爷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五皇子，您这一路可是被蒙着眼睛，这地图……高将军，不必担心。这条路我来回走了2次，所有记忆模糊的地方都被我重新验证过，绝对不会出错。哦。五弟好不容易到了丹池连营里，怎么不多待几天，把军备情况摸清楚再回来？二哥，那铁达尔生性多疑，我在那待得越久，就越难脱身，所以我想赶紧把这些消息先带回来。王爷，五皇子对西境地形不熟悉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铁达尔王帐，实属奇功一件呐。五弟确实足智多谋，为兄真的多虑了。对了，二哥，我还有一事。我进入丹池联营之后，粗略地了解了一下这王帐附近的军备。这丹池人骁勇善战，守备森严，如果强攻，恐怕我们的胜算不足过半。所以我便自作主张，在回来的路上去了一趟硕博，向硕博的利敦王借了10万大军，助我们攻打丹池。好事啊，好事！只是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先跟为兄商量一下啊？硕博人素来不讲情义，出尔反尔，要是走漏了风声给丹吃，那到时候可就坏了大事了。二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此事绝对不会出漏子。这利敦王爷与硕博王积怨已久，此次正想借兵助我朝剿灭丹吃，坐上王座。其实去硕博借兵之前，我本想先回禀二哥，只是从丹吃到硕博只要1、2日的路程，如果从西境安护府走，至少要用去好几天。这事急从权，我便先斩后奏了，还请二哥莫怪。嗨，为兄怎么会怪你呢？能与硕博联手，此战便有了胜算。如今，这丹吃王帐的位置已经找到了，接下来便全凭二哥排兵布阵，统筹全局了。好，既然一切都准备就绪，那便于1个月后发兵。高将军，在。裴校尉，在。会于西境安护府的各路物资，就要2位多费心了。是。记住，千万不要走漏消息。是。这几天，本王也会重新编整军队，排出与丹吃作战的阵法。五弟，这一路辛苦了，先好好休息。硕博那边，为兄会派使臣商讨出具体的作战策略。等大战开始，为兄还指望你能够坐镇西境安护府。那就谢过二哥了。
二哥的意思是不想让我出征了。五皇子不用着急，柴先生已经嘱托于我，到时候您跟着我的轻骑部队直接前往丹池便可。事后找个托辞员过去，只要立下战功，陛下便不会怪罪于您。也只能这样了。1个月之后就要大战，九公主怎么办？我会带小凤离开丹池。可五皇子，现在大战在即，您确实应该留在西京安护府。我替殿下去吧。但小凤等的人是我。我是他师傅，他一定会跟我走的。表哥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他。我们已经在伤害他了。小公主，你整天守在这里也没用啊。顾小五如果来了，哥哥肯定会知道的。我就是想他回来的时候，我能第一时间看到他。可是这么多天都过去了，他真的去杀狼王了吗？你说这天亘山方圆100里，其实猛兽那么多，他一个犯茶的，真的能杀得了狼王？有人杀死了白眼狼王！他们刚才说什么？好像是说有人杀死了白眼狼王。小五，大王许下承诺，能杀死白眼狼王者，便能娶九公主。我要见铁蛋二王。这就是白眼狼王啊！你也看看，你也看看，真是了不起啊！小凤，你先回去。这就是狼王？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了他？怎么杀死他的？天亘山，我追了他足足10天10夜，他跑累了，蹲在草垛子里面休息，我手起刀落。阿翁，这个白猫是假的。假的？好大胆子啊！好大的胆子，敢蒙骗王上和公主！来人，在，把他拖下去，绑在马后，好生施礼。是，大王饶命啊！大王，大王！这白眼狼王哪是那么容易捕杀的？就是，这草原上就没有能杀得了白眼狼王的人。就是，
活该！说的对，就是一个传说，谁见过了？真没想到啊，我这个武帝西境之行，长了点本事，反倒将了本王一军。王爷，不如……愚蠢！太子刚死，大战在即，五皇子刚刚立下合纵连横之功，又死于非命。你是生怕圣上猜不出这其中的渊源？是属下愚钝。我不动他，以他如今的性子，单吃一战必定不安于留守西境安护府坐镇。如果他自己跑去战场，大战刀剑无眼，最近听说了没？啥？都在找狼王呢。是吗？听说这白眼狼王啊，这草原上还没人能抓得着呢。那怎么可能啊？阿昭，我离开西境安护府的日子，你就对外宣称我想要多锻炼锻炼，所以你去了军营巡边。请五皇子放心，我一切都会安排好。只是，您这一次回丹池，如何才能在铁达尔王的眼皮底下？把九公主带走呢？此事，你怎么回事？说好了我给你搞一头白眼狼王，你就把剩下的钱给我，你为何说话不作数啊？你那白眼狼王假的也太离谱了吧！那毛用手一摸就掉色，还好意思讹老子钱？老子没管你要回定金就不错了。哎，你好，咱们以后不打交道了。正是留步。问您一下，您刚才说白眼狼王的事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别提了，现在市面上到处嚷嚷着卖白眼狼王，便宜的10两一匹，可我花了50两买了一匹成色极差的，哎，气死我了！五皇子。杀白眼狼王一事，现在西境传的已经是沸沸扬扬。听说各国勇士，现在10有8九，都已经进山捕狼去了。阿翁已经宣告出去了，我们家小凤要嫁给这片草原上最勇猛的英雄。哼，谁能杀死天根山上的白眼狼王，才能娶我的小公主。我问你。只要杀得了白眼狼王，不管是谁，你都会嫁给他吗？当然了，我阿翁一言九鼎，我怎么能让他食言呢？阿昭，你找个靠谱的猎人，再带队轻骑兵，我要去杀那白眼狼王。五皇子，这是。顾小五啊，顾小五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公主，阿杜，怎么了？刚才有人吵起来了，大家都涌到王帐前去了。我担心你的安危，就跑了过来。是打仗了吗？没有听到战鼓声啊，想必不是。小公主，小公主。小公主，怎么啦？小公主，大王传您到练武场去。哎，
哎，那边怎么那么吵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是又有人抓到了白眼狼王。又有人抓到了？哼，这白眼狼王怎么这么好抓呀？这回该不会又是个骗子吧？走，我倒要看看他这回是用什么染的狼毫。走。好艳呀！上回那个就是这个，这看着挺像的。又是假的吧？应该是真的。太艳呀！顾小五，你在等我吗？谁等你了？等你干什么？等我娶你啊！顾小五，这只狼真的是你杀的？他是个中原人啊！公主怎么能嫁给中原人呢？对呀，是啊。真是你杀的？无论是不是我们丹赤人，都是勇士。白眼狼王并非是狼毛呈白色，而是有一只雪白的眼睛。这才是真正的白眼狼王。这是真的，真的呀！拜见皇上。哎呀，听说我兄弟杀了白眼狼王啊！哥，顾小五好厉害呀！大王，这是真的狼王吗？真有你的啊！怎么了，兄弟？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没事。来人，快叫医官。是。阿翁，我们先去包扎一下。走。爷爷，您真的要将小凤嫁给一个中原人？我铁大儿说话岂能不作数？可是，此人来路不明啊。英雄不问出处。他若愿意为小公主留在丹赤，便无妨。一个贩茶叶的商人，居然能打死白眼狼王，这我实在难以相信。不如再试探一番。伤得这么重，可见是生死相搏呀！
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没事儿，你孩子不要看这些，去，给我拿壶酒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。行。小五，小五，谷兄弟，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
表哥，他不能喝酒。嘿嘿，妹妹，你这还没过门呢，怎么就护起短来了？啊！五兄弟啊，你能杀死白眼狼王，肯定是高手。不如让我们大家见识一下，啊！我提议，你跟我们丹池第一勇士贺师将军切磋切磋，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。切磋切磋。大王，贺师当然愿意和顾兄切磋，不过我不能趁人之危啊。就是啊，阿翁，小五现在身受重伤，这不公平吧？贺师兄，小五腿上不适，不能与你比试武功了。但小五也不想扫了大家的雅兴，不如这样，咱们换一种比试方式，如何？好，顾兄要比什么？就比剑术。剑术？什么？你要跟我哥比射箭？小五，草原上剑术没人比得过贺师，你不要瞎来。信我。贺师兄，怎么样？好啊。贺师是我们丹池赫赫有名的勇士，顾小五是杀死白眼狼王的勇士，英雄对英雄，这比试将是草原的盛事。传令下去，令大祭司准备祭礼。是。拿出来！啊！快点，都出来！快点，快出来！快点，快出来！这箭靶在哪儿啊？这就是我们的箭靶，我们的箭靶是移动的。你跟上！等等，表哥，奴隶也是人啊，怎么能当玩物一样射杀呢？李朝的奴隶本来就是玩物嘛。不行。不如这样，我听说这冰原上蝙蝠多，到了傍晚，我跟贺师兄每人拿出100支箭，看谁射下的蝙蝠最多最快，如何？也好。那我这些奴隶就用不上了，啊！把他们都拉回去。是。回去了，文清哥，回去！快点，快走！快点！顾兄，给你我的弓。怎么，在我们丹池连一张弓也没有吗？这张弓比平常的弓都要重，顾小五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，只怕连弓都拉不开。阿翁这是要故意为难小五。我去找他。哎，先别过去，你这么过去，失了大王颜面，顾小五肯定没好果子吃。大王，还是让顾兄用我的弓吧。您将铁弓赐给我吧。一个男人连一张弓都拿不起来，怎么娶我的外孙女？哎，中原的读书人，瞧你生的白净斯文，这不是你们中原的琴，是杀敌的弓箭。哎，瞧这个细皮嫩肉的书生，小心弓箭把你的皮划破了。好，开始吧。
顾兄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报，两人都各射了100只蝙蝠。我输了。哎，贺师兄，我用了强弓才能发连环箭，如果用了你的弓，肯定比你慢。况且，如果说我胜了你，那才胜之不武呢。对，没有人输，可是还是我们单吃第一勇士。爽快，中原人想要什么赏赐？王上，在这世上，有什么比您的小公主更宝贵呢？随我来。公主，稍安勿躁，让大王跟顾兄单独聊聊。皇上，有什么事啊？阿王在干什么呀？小公主，小公主，进去，表哥。别去进去，等一会儿，爷爷自有他的安排啊。也许只是想再试试顾兄弟的武功，你先别担心啊。哎，阿王！哎呀，不能进，不能进，不能进啊！小五！哎呀，表哥，不用担心，表哥。皇上，杀我之前，要给我个理由，让我死得明白些。哼，我和顾家交手多年，五竹连环剑我再熟悉不过。你是顾若慧什么人？单凭我会五竹连环剑，就说我是顾家人，未免也太武断了吧？哼哼，顾家的五竹连环剑是家传绝学，绝不传外人。好，既然你说你不是顾家的人，那我就要替顾家收拾你这个偷师的小子。我是顾家人。
顾家人光明磊落，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一个连祖宗都不敢认的儿孙？看来顾家离灭门不远了。皇上有所不知，顾家在20年前被奸人所害，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。我为家臣所保，才离开上京。除了姓氏不改，其他身份都已隐去，做了个行走西京的茶商。皇上，你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我毕竟是顾家的罪臣之后，要是让李朝发现，怕是会连累丹池。皇上，我今天就离开丹池。老子怕李朝。顾小武，你杀死了白眼狼王，我的话也放了出去。你不想做我的孙女婿也不行。多谢皇上，我一定会隐藏好自己的身份，不会给丹池和小凤带来麻烦的。隐藏身份，顾家的仇你不想报了？我当……我和顾如慧是不共戴天的敌手，生死相依的朋友。顾小武，既然你是顾家的人，又回不去中原，干脆留在丹池和我一起打仗。李朝的狗皇上和奸臣们都该死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丹池会替你们国家报仇雪恨。小武，愿听皇上差遣。嗯，你叫我什么？阿翁。嗯。阿翁，你们刚才在干什么呀？小凤，过来。我铁大二王宣布，英雄顾小武，从今天开始，就是我的孙女婿。阿翁，顾兄弟，来，来，干！别喝了。
上还有伤了。哎，妹妹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还没过门呢，怎么又护短啊？还有管男人呢？你们俩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平时一高兴就到处灌人酒。他小武能一样吗？他腿上有伤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忘了。跟我回去休息。走了。哎，看你，没喝够。你看你，走了。走。中原人怕婆娘，没出息。哎，咱们兄弟俩喝，来，干！哎，嘿嘿嘿。小武，我们还没成亲呢。走。去哪儿？走。快！来，这边。哎，你们丹吃的婚俗是什么样的？丹吃的婚礼特别简单。新人在天神的注视下，互换腰带，就算礼成了。天神是谁啊？就是天上的神仙啊，他会在天上一直注视着我们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就换腰带吧。哎，不行，我还没挑好呢。好吧。哎。我们中原的婚礼是不换腰带的。是什么样的？我教你。来，右手搭在左手上，这样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高堂是？高堂就是父母。你的父母在西周，我的父母在李朝，我们就对着东南方拜。啊，来，二拜高堂。夜未央，月色凉，映西窗前尘世。夫妻对拜。悠长，却总是聚散两茫茫，是眼眶，只盼你回望。伤在心里结成霜，忘不掉。这样，就算是礼成了。新人结为夫妻后，会改变称呼。我叫你娘子，你叫我夫君。夫君。哎，娘子。
这里真好啊！除了重大的祭祀活动，这里平时很少有人过来，可清静了。不如，我们就藏在这儿吧，永远不让人发现，这样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顾小五，你有什么烦恼啊？我就是怕我的茶叶卖不出去，没本事养活我的娘子。这有什么？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怎么都好。小凤，嗯，我问你，是不是只要跟我在一起，不管去哪儿都可以？你想去哪儿？既然我们已经结为了夫妻，你就不用怕你的父亲再逼你和亲了。不如我们去西境游玩吧。现在啊，那里正是夏秋交替的时候，景色可好看了。如果玩腻了呢，冬天我们就去李朝的江南，那里四季如春，到处都是小桥流水，可舒服了。好呀，我跟你走，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我们明天就去跟阿翁辞行。好。啊，这个给你。你怎么还给我了？你送我的这个护身符啊，在我杀狼王的时候救了我一命，我现在把它给你，希望它继续保佑你平平安安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以后就不保护我了？我哪敢啊！我呀，希望天天把我的小公主捧在手心里呢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我阿翁了。你和阿翁都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我以后会比你阿翁对你还好。那你可不许负我啊！怎么会呢？如果我负了你，你怎么罚我都行。你如果负我，我就去喝忘川水，生生世世都把你忘了。傻瓜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地方啊？当然有了，我还亲眼见过呢。好，我们不怕，我们不会去的。嗯。这不行，我已经向诸国发出了请帖，告诉他们7日之后你们要结婚的事情。很快，西境各国都会知道你和这个顾小五的婚礼。要想出去玩可以，但必须要等到婚礼之后。妹妹，你也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，爷爷必定为你举办最盛大的婚礼，到时候你那父王不承认都不行。7天也不长，你觉得呢？啊，是小五为思虑周全，多谢阿翁为我们主持婚礼。
公主，阿杜，你师傅顾剑正在营地外想见你呢。师傅来啦！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跟我回西周。我要嫁人了，不回去。你才认识他几天，你就要嫁给他？我是你师傅，不允许你这么草率。我不能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放开我师傅！贺师兄，你见到小风了吗？顾兄，你还不知道，小公主的师傅来了，也就是你表哥，他去找他师傅去了。嘿嘿，多谢贺师兄。住手！撤！我不能走。住手！住手！撤！小五，玉，你放开！小五，小五，没事了，我来了。表哥，你要干什么？顾小五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没事，我去就来。你在这等我。殿下为何还不把小凤带走？你若做不到，我来做。我自有安排，不劳你费心。我们当初的任务是寻找丹翅王杖，现在任务已经完成，你何必还要再去招惹小凤？你在丹翅多待一天，小凤受的痛苦就多一分。我只有娶了她，才能名正言顺地带她离开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？你若现在娶了她，将来你怎么面对她？我娶她是真心的，不想她再过这样的逃亡生活了。当初是我把小凤带出来的，现在我要把她带回去。她不是物品，想带来就带来，想带走就带走。她是我的妻，谁都不能带走她。小凤，刚才是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啊。那，你跟小五，我们俩没事了。你记住了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师傅。无论哪一天你想离开，需要我，只要你说一声，我一定会出现的。
皇上。小凤要在丹赤成亲。是，我家大王有请王上与王后前去观礼。我女儿要成亲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，还给我送来这个，你们铁大二王真是欺人太甚！我家大王的口谕与请柬都已送到，还望王上择日出发，切莫错过了小公主的婚礼。皇上，微臣受李朝皇命，前来西周求亲，等了数月，却等到了公主在丹赤大婚的消息。你不仅欺骗了微臣，你更是欺骗了李朝圣上。安国公，小女顽劣，擅自出走丹赤，本王也是后知后觉呀。皇上，和亲之事关系到两国的邦交，并非你西周王嫁女这么简单。你担得起欺君之罪，西周的百姓担当得起吗？安国公，安国公，安国公留步！安国公，本王宫中还有2位公主到了适婚年龄，也可以前往中原和亲，还望安国公能够回去美颜。哼，皇上求娶的是嫡公主，君无戏言，微臣立马差人向圣上禀报请罪。皇上所说之事，微臣也一并禀报，请皇上等候旨意吧。哼！何以至此？何以至此啊！你生气了？你师父对你这么好，你干嘛不跟他走啊？不知道，为什么？你吃醋了？我没有，他是我表哥，我怎么会吃醋呢？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话说啊，从前有一位武将，他上阵打仗，马上就要被敌人击败了。突然之间，天降神兵，帮他打退了所有的敌人。然后武将就特别感激地对神仙说：“神仙，神仙，你到底是从哪儿来？姓甚名谁啊？”神仙说：“我是草垛子，我是来报恩的。”结果武将就特别纳闷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什么时候有恩过你啊？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猜猜嘛。顾小五，我师父就是我师父，我敬重他。如果他再来找我，我也一定不会瞒你的。我现在心里就你一个人。所以，那草垛子为什么要救那个武将？那个草垛子说：“你当然有恩于我啦，平日在训练场，你一箭都没有射中过我。”哼，好笑吗？好好笑。哎，顾小五，顾小五，快点儿！等等我行不行啊？别动我！你看你那笑话讲的，是不是傻呀？
舅，听说李燕带着圣上准战的旨意回了西境安护府。那都是10几日之前的事了，现在算来，恐怕已经到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舅舅为何不进宫与我说？老臣怕皇后知得多了，会惹皇上不高兴。再说，都是军中之事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怎么会不大？李燕是李承业的人，他定是向着自己的主子。如果这战事一开，那李承业全揽大局，独占军功，让我们承银怎么办？还真有件大事，高显千里急报，说这几日五皇子不在西境安护府。什么？不在？那他会去哪儿啊？皇后莫急，虽然不知五皇子行踪，可显而明确说了，这不是二皇子懂得手脚。程银这孩子也真是，平日在宫里懒懒散散的也就罢了，怎么到关键时刻还不争？这次要是让李承业抢了此功，那日后争储之路胜算便更小了。五皇子只是不争，可不是无能。那舅舅可别忘了，跟表兄说，让他在西境安护府多帮衬着程银。这茶太烫，放一放吧。王爷，我回来了。先坐。王爷，先喝杯茶。刚沏的。王爷，我这次回来带了陛下的旨意，路上不敢有半点耽搁。陛下已经下了战旨，我们随时都能出兵讨伐丹赤。太好了，我正打算提前发兵。这道圣旨来得正是时候。为何要提前发兵啊？一个草原英雄杀了白眼狼王，丹赤的铁达尔王竟然真的要将外孙女许配给他，2日后便举行婚礼。婚礼当日，所有丹赤人都会在场，且毫无防备。正是此意。我已同高显商量好，在婚礼当日发兵。虽说已然演练了2次，但为防疏漏，本王再重述一次计划。五皇子呢？回宣的王，五皇子在天艮山一带剿灭沙盗，未能及时赶回，末将会将战事布置一一告知五皇子。此次丹赤一战，只可胜不可败。本王要取铁达尔首级，进献父皇。是。陈先生，宣德王是怎么安排的？他要求我们各编队配合，最后再由宣德王自己杀入丹赤王帐。我自有安排。这是殿下私底下交给我的一张地图，上面有2条路，是可以直通丹赤王帐的。此次大战，我们定要助五皇子夺得军功。
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脚印代表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和留下的回忆，这是在告诉我们要一直往前走。这石头是什么？这些鹅卵石代表我们即将经历的坎坷。李燕，你先派人告知硕伯利敦王，在发兵当日，让一队人马先偷袭左谷李王的东营。末将领命。硕伯偷袭时，丹池主将都在婚礼现场。铁达尔肯定不会从中路派发援兵，他只会让西营的左谷李王带兵过去。此时，西边的守卫薄弱。裴少尉，在，你便和硕伯联军从西营包抄，届时本王会从中路带兵杀进去。末将领命。硕伯大军从东而来，现在离我主营不到20里。东边？东边不是有左谷离王的3万大军吗？怎么了？你慌什么？我中军大营尚有10万兵力在此，西营尚有数万铁骑。硕伯就算倾举国之力，也翻不出什么花样。是啊，指不定啊，是那硕伯国老国王听闻了爷爷今天嫁外孙女，面子上过不去，所以前来闹上一闹。可探到来者有多少兵力？约莫3、5万人。 3、5万人就想拿下我铁达尔大营？哼！让左谷离王率3万骑兵从左大营穿过去，看看他搞什么虚实。末将领命。等等，今天是我丹池大喜之日，
告诉佐国离王，打出个气势。是。双喜双宿，永相随。来，这碗酒，祝我们的小公主和勇士顾小五百年好合。也祝我们的勇士旗开得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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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旗开得胜。报大王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大王，原本以为硕伯军只是前来挑事，没想到左谷离王带兵往东营一去，西营就遭到了袭击。如今硕伯军已经往王帐来了。先生，西江安护府已经决定，将在五皇子和九公主大婚的那天发兵。简儿在他们的问题上常常犯糊涂，我怕他再出什么岔子。胡晓，这次就由你带人速速出发，混入丹池，务必要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五皇子。是。阿翁，小凤莫慌，阿翁在这儿。何时听令？在。阿翁，让我去吧。你，小五愿为前锋，请阿翁以逸待劳，借3万骑兵一战。朔宝王虽老，但久经沙场，你剑法精妙，但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敌军。阿翁，你若不相信，就派一位将军去，我为将军略阵。若我的冷箭能射乱朔伯兵的阵脚，也是微功一件呐。阿翁，大王，顾兄弟兵法不错，上次能打赢朔伯，也是顾兄弟给那中原将军出的主意。让顾兄弟去，准行。好胆气，去吧！取朔伯王首级，作为你们婚礼祭祀天神的祭品。好，英明，在。你这个做哥哥的，陪你的妹婿去一趟。是。
丹赤人擅长马战，咱们就让他们无马可骑。你在丹赤大军出动前动手，战场上我们才能取得先机。顾兄弟，上了战场你就跟紧我，我会替我们小公主好好保护你的。放心吧。何师兄，那我先准备准备。好，我去给你找一匹最好的战马。好啊，怎么回事？不是离约定的发兵日还有半个月吗？宣德王临时提前了日子，裴将军的轻骑从西南方向来，已经快杀到王帐了。殿下放心去与裴朝会合吧。不行，九公主还在丹赤呢，你务必保护好她，找个机会带她离开。是，快去。妹妹啊，放心吧，有哥哥在，我会照应好她。你把羊腿烤上，一顿饭的功夫，我们就回来了。你照顾好自己就行，我等你们回来喝酒。好，小公主放心，羊烤好了，我们就带着硕博的人头回来了。走了。顾小五，你腰带还没给我呢。撤！我的小公主，不用担心。硕博人马虽说5万，但他们都是皮兵。我们单吃精兵，1一营10，3万，足够。况且我们的主营就在附近，敌兵真的有10万，他们也会立刻支援。放心吧。
10万骑兵就在后面，啊！小五，回来！小五，撤！撤！撤！小五，撤！撤！小五，撤！撤！吁！小五，快回来！小心伏兵！小五，快回来！撤！五皇子，顾小五！顾小五！硕伯和中原勾结，他打前锋的朔武兵后，藏着30万李朝和硕伯的联军，咱们的马都死了。马怎么了？所有的战马全部口吐白沫倒下了，我们的勇士没有了战马，被硕伯和李朝的骑兵踩在马蹄下，前队的人来不及撤退，
伤亡惨重啊！一莫言呢？顾小五呢？前队惊醒待乱，前队的斥候也不见了。我是后队的，看不到一莫言大将军的战旗，只怕凶多吉少。所有将士穿戴战袍，王帐听令。是。中军全部备战，所有将士听令。听令！保护你们的部族。去！是。用你们的生命保卫你们的家园。去！3万大军全数没了，中军锐骑营已经顶了上去。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，对地理位置极其熟悉，一定是奸细在作祟。点起狼烟，清点部族所有人马。是。
小凤不哭。阿翁在。阿多。说，左谷厉王全军覆没，东西营失守。放箭！放箭！恶士！好兄弟，来生再何求？何事？
莫言将军、贺氏将军已全部阵亡。九公主，大王命令我带你离开此地。你是谁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九公主，请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，请你跟我走。住手！九公主，得罪了。 大王，李朝大军已攻入我军大营。生擒铁大儿！生擒铁儿！生擒铁儿！生擒铁儿！ 顾小五，果然是你。
李朝和硕博的30万大军已经把你们包围了。你若投降，我定保你们不死。我铁达尔一生傲骨，誓死不降。难道你真的希望那10余万丹赤族人为你的傲骨成为牺牲品吗？顾小我，我以我的性命换取10万丹赤人的性命，可以吗？我保证。顾小我，那我就再试你一次。
小凤。小五，你还活着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小五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。殿下，出去。是。小凤，小凤，我。小凤，顾小五，是你，是你啊！李朝和丹赤结怨已久，他们还掳走了李朝的百姓，杀了当朝太子。这场大战在所难免。你骗我！我是你害死了阿凤，是你害了丹赤，是你害了我。小凤，小凤，我确实骗了你，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真的。真的，真的，小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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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小凤，我没想过伤害你。小凤，小凤，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。我要杀了你！小凤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小凤！我要杀了你！小凤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小凤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小凤！是我对不起你。真悬呐！刚才那一刀，要是真扎进去了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。柴先生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。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让九公主看到了那一幕，请殿下责罚。与先生无关，错都在我。殿下在丹赤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不会再被旁人知道的。但是殿下要记住，不可感情用事啊。事已至此，无论如何都是回不了头的。不过幸好，看见这一幕的都是裴昭的属下。九公主的侍女也已经被抓起来，关在后面的账房了。属下告退，殿下好好休息。先生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在九公主的茶水里放了软金散，房间里的所有尖锐器物已经全部被拿走。哦，一定要好好照看九公主，确保她的安全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小凤，师父，
阿斗，我已经放他出军营了，约好在山上见面。撑一下。拦住他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都让开！你要带他去哪儿？离开。我和他之间的事情还没完呢，谁都不能带他离开。已经结束了。殿下已经得到殿下想要的，而他也不愿意再留在这儿。你今天带不走他，殿下可以试试。顾剑，你把剑放下。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谁都不能拦我，义父也一样。找一队可靠的骑兵跟着，不许抓捕，保护他们。是是。顾剑，为什么他们在军营里不拦你们？找到我们之后，却不上来捉我们？因为九公主很重要，就算放她走，也不会让她逃开她的视线。我从来不知道九公主竟然如此重要。西境地域广阔，小国众多，中原李朝控制他们的方式，依仗的，就是让他们之间相互制衡。可这与九公主又有什么关系？西周是通往中原的大门，是必经之地。谁要娶了狄公主，
就获得了制衡权。小风，跟我走吧。古剑，你告诉我，这件事情一直也被顾小舞骗了，还是你早就知道？顾小舞不姓顾，他叫李成银，是中原皇帝的第5个儿子。那他为什么要说自己姓顾？他母亲姓顾，是我的亲姑母。所以，攻打丹赤，你一早就知道。所以，你来救我，是要找中原皇帝领赏的吧？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的。你还有什么不会？从你一开始出现在我的身边，这就是一个骗局。这么多年，你一次一次的骗我，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亏我父王那么信任你，亏我还叫你一声师父。阿杜，我们走。小风。从我第一天见到你开始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直到李成银出现，我有我的苦衷，我有我的使命，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去伤害你。全天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愿意去保护你、守护你。我求你，能不能不要扔下我，就让我留在你的身边，陪着你。小风，我对不起你。丹赤10几万人的鲜血隔在我们中间，你对不起我，我更对不起他们。从前，不管我们有多少情谊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小风。此战能迅速取得胜利，你们的确功不可没。只是武帝
你当时应该坐镇西境安护府，为何会在丹池王帐外和铁达尔决斗？是裴昭逾矩，还请王爷降罪。二哥，当时情况紧急，裴校尉与轻骑兵打出了一个缺口，这战事混乱，也来不及上报啊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冲向了王帐。只是回想起来，为兄实在心有余悸呀。倘若你当时未能战胜铁达尔，战事无法结束，后方大军冲了过来，肯定要伤了你们。是，要不是二哥在前方正面攻打丹池大军，消耗了王帐的兵力，我也不可能斩杀铁达尔。这一切都是二哥的功劳，我只是捡个便宜罢了。吴弟，你别谦虚了。今日我便班师回朝，到时候定会向父皇为你们两个请头功。只是需要武帝和裴校尉留在西境安护府，协助高将军处理后续。李嫣受了重伤，此地一是医术欠佳，需速速上京医治。李嫣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白受伤的。该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一定会帮你讨回来。暮色起，看天边斜阳，恍惚想起你的脸庞，毕竟回想，难免徒增感伤，轻叹息我们那些好时光。夜未央，繁星落眼眶，是一段柔软的光芒，清风过，夜烛光，无人欣赏，榴花瓣随风飘荡。哼，将军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？喜事儿倒是没有啊，父亲大人着实的给我出了一道难题。难题？什么难题能难住将军您呢？就你嘴甜。父亲大人在信中叮嘱我，说在和亲一事上，让我助李承寅一臂之力。五皇子和九公主和亲之事上，如果能够捷足先登，那对他日后夺储有很大的助力呀。但是这种事儿怎么帮啊？哎呀，算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既然父亲大人押了宝，那咱们就尽力配合呗。公主，刚才我在林子边捡到一只兔子，便将它带了回来。
现在山里天气这么冷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打到活物了。刚才在林子边，我还捡了一些果子，正好能填填肚子。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捡的。啊。阿杜。啊。把这些都拿走。是。公主，怎么一路走来都没见到守卫啊？肯定是我太久没回来，这里的侍卫都派了别的用场。我们快去换件衣服，我等不及要见阿娘。好。阿爹，小风回来了。阿爹，阿爹，阿娘呢？啊？孩子，快逃！快点逃吧！西周王，既然公主已经回来了，和亲之事自然还是要履行的。你现在再不能有什么多次推诿了吧？阿爹，我阿娘呢？小凤，你看着这些人，就是这些人逼死了你的阿娘，他们还逼着我跟我要你阿娘。你阿娘不甘受辱，在王宫中横刀自尽，就死在我的面前。他们还要闯到王宫来，
非要看到你阿娘的尸体才甘心。他们全都是凶手，都是杀害你阿娘的凶手。孩子，快逃吧！阿姐！西周王，既然公主已经回来了，和亲之事自然还是要履行的。你现在再不能有什么托辞推诿了吧？孩子，快逃吧！阿姐！阿姐！公主！阿姐！西周王，你想造反吗？阿姐！哎呀，这又是何必呢？我不该的，都是我不好。公主，你好好劝劝王上吧，不要伤了自己，更不要伤了两国的体面。西周王自王后去世之后，便时常疯癫。只要你允诺和亲，我便向圣上禀报，西周王神志不清，误伤中原使者。这样一来，西周王还是西周王，你们还能得到圣上的封赏。就是你逼死我阿娘的。我也不想啊，公主，今夜好好歇息，明日一早随我上京，西周王自会有人照料。来人，在，护送公主回寝宫好好休息。是。公主，请用餐吧。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禀公主，奴婢是新来的，特意只来服侍您。你知道大飞的？大妃去世之后，并不知公主何时会回归。中原的大臣们怕时间久了有碍体面，已依王上的意思，厚葬在王陵了。我父王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王上自王后落了葬便如此，一阵清醒，一阵糊涂的。清醒的时候嚷嚷着要杀人，糊涂的时候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糊涂，我希望放糊涂一点，糊涂点好。奴婢告退。
公主，你吃点东西吧。你都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？就吃一点儿。出去！难道公主吃饭也要像看着犯人一样吗？公主，刚刚那个宫女我认得，她之前服侍过大妃，这是她刚刚偷偷留下的。这是阿爹的笔记。高贤不是李朝派来和亲的使臣，不知道怀了什么心思。他叫我们一定不要落入他的手里，还得叫我们去找使臣安国公，向他表明我要嫁给李朝太子，如此才能保我的平安。王上的这个办法好，我们先假意求和，然后再逃跑。阿杜一定想尽办法逃跑，然后去找那个中原使臣。等等，阿杜，让我再想想。我再想想。阿杜，公主，我想好了，我们即刻就去找安国公，告诉他，我愿意嫁给李朝太子。好，阿杜现在就去准备。公主，我们要准备好逃亡的物品啊！不是逃亡，我是真的要嫁到李朝。公主，可中原人是我们的仇人，不然我们可以逃到哪里呢？不管逃到哪里，李承寅都会找到我，用父兄来威胁我。哥哥在外未归，这里又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是家族的血脉，父王的骨肉，我不可以再失去他们。阿杜，我现在必须要嫁到上京，嫁到李朝。现在看来，李承寅联合寿伯灭丹池，必定是给了寿伯好处。我只有嫁过去，才可以保全西周。我原来不明白，明远娘娘那么想家，为何不回去？宁可病死异乡。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哼，这个高贤简直狂妄，只手遮天。九公主回宫多日，他竟然阻止我见西周王。安国公，西周王宫传出的消息是，西周大妃被高显逼杀之后，那西周王便疯了。什么？高显，他究竟要对九公主做什么呀？他将九公主软禁在了宫中。谁？婢女阿杜奉九公主之命求见安国公。九公主。
都说了九公主用不惯兰香，要用栀子香，你们怎么都记不住啊？阿杜，他们不知道我的习惯，你去帮我取回来吧。看什么看？要死啊！敢偷窥公主沐浴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保重，委屈你们了。公主，我们走。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吧？不会，再过半个时辰便是换班时间。换班的人知道公主在里面休息，我已经吩咐了迪莫，等熄灯就让她出来。守卫的人一见是婢女，不会为难的。参见安国公。放行。我没吃饭呢，给我快点儿！再快点儿！快点儿！撤！国公，国公，怎么了？后面有追兵！不理他们，我们赶紧走！是，加速前进！快走！何许人也？竟敢阻拦朝廷使臣车队！国公息怒！国公息怒！国公，西周王想借皇宫失窃，污蔑我中原人坚守此道，高某迫不得已，为了洗清偷盗嫌疑，只能望国公配合我们开箱查看。你们敢？国公，事关国体，只怕由不得安国公了。大胆！将军，没有。高贤，此事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等着回上京受参吧。走。等等，高贤，你可要适可而止啊！国公，这西周国最重要的宝物是什么？我没工夫跟你猜谜。西周国最重要的宝物，就是这西周国的九公主。九公主，我已经答应嫁给太子。安国公，请即刻带我去面见圣上吧。国公，公主和亲应该备好仪程，
风风光光的从王城乘辇车出行。你这般带走九公主，就如同携带私货一般，未免太伤两国国体了。我看还是先让公主跟我回去，待备好仪程，再风风光光的出行吧。高贤，除非你今天杀了我，否则你休想带走九公主。袁通，末将在。即刻修书一封，奏报上京。我朝求亲使团回京途中遭遇杀盗，自安国公以下尽数被杀，无一幸免。殿下，我听说今日安国公突然要启程回京，应该是带西周九公主回朝。西周的状况现在举步维艰，西周王拱手把嫡公主送去和亲，这倒没什么不妥。既然有安国公在，他高贤跑去西周王那里做什么？殿下，圣上的谕旨到了，宣殿下即日返回上京。高大人已经在军营中等候殿下，准备护送殿下回上京。下去吧。是。五皇子，高将军，今日天冷，你何必亲自来送啊？五皇子，在你回上京之前，我给你备了一份大礼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高将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家父和皇后娘娘在书信中特地交代，要促成你和九公主的婚事，日后在你夺储之时，会多几分胜算。多谢高将军费心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五皇子的雅兴了。末将告退。
卑鄙。你就那么想让我嫁给你？你害死我阿翁，逼死我阿娘，逼疯我阿爹，现在还把我带到这儿来，李承言。你做的肮脏事还不够吗？对，我就是想让你嫁给我。你既然都答应去李朝和亲，那嫁给谁不是嫁？除了你，谁都能嫁。只要他能帮我杀了你，他就算是最下贱的奴隶，我都愿意。你再敢说一个字，我……你就杀了我！你最好现在就动手。等到了李朝，嫁给太子，成为太子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会让你千倍万倍的来还丹赤的血仇。小风。太子已经死了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助他夺得太子之位。如果你去和亲的话，那么最有可能成为他的太子妃。你所谓的复仇，根本就没有希望。所以你们一早就知道，早就计划好了啊！我就像个笑话，我就是个跳梁小丑。你们这样折磨我，好过吗？小风。小风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只要你活着恨我，你折磨我也好，报复我也好，只要你永远别离开我。小风，你再相信我一回，我带你走，再不踏入李朝半步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是你把我亲手推给他，迎来丹赤的祸乱，你还有多少陷阱等着我？我现在身后就剩一个西周了，你们也要灭干净吗？顾晓，我曾经答应我3件事。现在还算数吗？算数，永远算数。好，我要你杀了顾简。原来你也恨我至此。
你要杀我，我毫无怨言。我知道你是李朝皇子，没有人能杀得了你。但我要你杀了他，我要让你永远背负着杀死亲人的愧疚活着，就像我一样。小凤，你知道我做不到。错都在我，顾杰是想护你周全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你的亲人就是亲人，我的亲人就不是。好一个兄弟情深！滚！滚！表哥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如果退回去，在哪一步重来，才不会错得这么离谱？公主，阿杜，公主，跟我走，走。救公主！怎么回事？将军，九公主跑了，还不回追？是，等等。不论死活，人一定要带回来。明白。快，给我追！是。怎么样了？只有一匹马，他们的踪迹没有完全被雪所覆盖，应该刚走不久。高显然下手也轻重，你速带一队人马跟上，记住，一定不能伤了小凤。是。
小风。公主，快走，这里有我。顾剑，你这个叛徒，丹池的血仇，你也有份！呀！师傅，你把我骗到这儿来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说好的礼物呢？无论什么时候，你想离开，需要师傅，只要发射鸣笛，师傅一定会出现。暮色起，看天边斜阳，恍惚想起你的脸庞，毕竟回想，难免徒增感伤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当然要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夜未央繁星落眼光，是一段柔软的光芒，清风过，夜烛光，独人欣赏。柳花伴随风飘荡。
跟上。小风，小风，小风。 跟上！公主，小心！阿杜，小风，别过来！你看，原来真的有忘川。小风，你过来，你先过来，来，来。顾小舞，你再替我捉100只萤火虫，我就跟你回去。小风。 你看，这儿没有萤火虫。中原很好，中原有萤火虫，有漂亮的小鸟，好看的花儿，精致的房子。你会喜欢上中原的，啊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哎，好，好，100只萤火虫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千万别往后退了。 萧武，你说，这忘川的水真的可以忘情忘忧，忘记一切吗？小风，要生要死不是由你做主的。你想想，你想想西周的父兄，想想西周的百姓。我真的好想忘啊！ 我想忘记这里一切的痛苦。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就向父皇请旨，保西周平安。天神就是有这样的能力，神水可以让人忘记一切痛苦，让人忘记一切烦恼。可是没有人能够活着从这里回去。 天神的眷顾，有时也很残忍。小风，你要是敢跳，我就让整个西周给你陪葬。殿下不会的。殿下要是再拿西周大开杀戒，毁掉的不光是一个小小的西周。 而是李朝整个边疆的平静。不要，小风。顾小舞，是我错看了。现在国破家亡，是天神罚我受此磨难。 生生世世，
都要永远忘了你。小凤，小凤，抓紧我，抓紧，抓紧我！小凤，把那只手给我。小凤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抓紧！小凤！五皇子！小凤！小凤！小凤，小凤，夜未央，月色凉，映西窗，前尘事，生死凉。小凤。小凤，在心里结成霜，忘不掉是你的模样。回首初见，那从前相望的瞬间，抓不住深处的。我陪你。